别动，坐下看。我的二喵，他是不是瘦了？还有别的视频吗？没了，就录这一个。那你把它发给我吧。嗯。小叔，你离开家的时候有没有开过主卧的窗户啊？我不记得了，应该有，应该没有吧？怎么了？没事。哦，啊，我的二喵，我好想他呀！你叫他二。喵。你笑什么？没什么。你要干嘛去啊？换身衣服，洗个头啊！又作是不是？站都站不稳，还要洗头？我头都快臭死了。不想好好恢复了？我想啊，但是头也得洗。要不搭把手呗？你想让我伺候你洗头啊？小哥哥不是人民子弟兵吗？做梦。去了，哎，烫烫烫烫烫！那么多事儿，要不你自己写。不好意思，我忘了，这是梁队长的地盘，如果再啰嗦的话，就要被赶出去了。你干什么？我去拿毛巾。你别动，我来拿吧。我自己拿。我来拿。对不起。别动。这有个碎头发。碎你婆婆的碎头发，我就喜欢碎头发贴在脸上的感觉，管着吗？哎呀！别动，小种子。我妈电话。关我什么事儿？当然关你事了。你说我女朋友忘了？啊，儿子，你怎么老不回我微信呢？我是昨天刚回来，一直忙着呢。忙什么呢？那个夏初受伤了。夏初？他不是已经搬走了吗？没搬走，留下来了。我都给他接到部队来了，照顾照顾人家嘛。我骗你，他在这呢。我让他跟你说啊。阿姨。哎，你好，夏初啊。是我。我刚才听那个木泽说你受伤了，怎么回事啊？啊，没事儿，我就是脚踝受了一点小伤，今天已经好多啦。哎呦，那你可要多注意休息哈。您放心吧，我一定多注意，好好养着。那个，
梁木泽对你怎么样啊？梁木泽啊，他对我挺好的。哦，那就好。等有时间呢，阿姨去看你去哈。好的，阿姨，那您也多保重，就先这样啦。妈，怎么样？放心了吧？就以后啊，别再给部队寄那些乱七八糟的照片了啊！先挂了，拜拜。演技不错呀，你满意就好，不然又要把我赶出去了。再说，干嘛？我已经道过歉了，对吧？敷着，消肿再拿下来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从下周开始，这边每天都下雨，你就别出门了。要是无聊的话呢，想看我们训练，拿这个看。谁想看呀？行了，头发干了睡一会儿啊，别着凉了。我的恩人，你没事吧？你好厉害啊，梁木泽！废话。老板，准备开饭啊！上！要说我们队长的本事，那可真不是盖的。我跟你讲，除了接你那一下，别的，潜水、跳伞、攀岩、滑雪，还有什么狙击爆破、通信救援、3国语言，外加各种驾驶，那在全军也是样样拔尖的。还有很多别人不会的东西，你比如说易容术、读唇语，那在全军也是一骑绝尘，无人出其右者。在这方面的能力，绝对是1顶1的，没问题。写小说呢？小说哪有你精彩啊？啊！你还会读唇语啊？一点点。所有人都可以误会我和他，但只有你不行。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我甚至都不能听到特种兵这3个字，更何况谈恋爱。可以教我吗？不教。夏医生，来日方长，来日方长。把汤喝了。这，你也是，趁热喝。味道不错。太好喝了，队长！我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好喝的汤，队长，你做的真好。我还喝有点急。拿箱子干嘛呀？明天就走。啊？我都脚好了，明天就走。到1周了吗？到了。你确定恢复好了？是啊。不够！队长，我突然想起来，班里面还有点事儿，我得先走了。别呀，你吃完饭再走。夏医生，事儿有点急，我必须现在走了。你们先吃，不用送我。哎，走了，队长。吃饭。田副队长他不会是在给咱俩创造独处的机会吧？这几天还是要多谢你，
以汤代酒，我敬你一杯。就没了？没有其他的？什么其他的？你替我送花的事儿没给我道歉吧？那件事情，的确是我有点多事，但是我到现在也都没有想明白，你至于生那么大的气吗？就是因为小军的妈妈不喜欢花？他喜欢花，但是跟我没关系。可是你们这么多年，你照顾他们，照顾他们怎么了？照顾他们就非得有点儿儿女私情啊？就非得谈恋爱、结婚？如果我就是以罗亮战友的身份呢？我就是假扮小军爸爸的角色，我照顾他们，保护他们，直到小军长大了、成人了、独立了，直到他们不再受我保护了，他能保护他妈妈了，不可以吗？我跟你们讲，你们副队长我当时在那种情况之下，我就感觉我头顶上顶着一个100瓦的大灯泡。副队，您说咱队长他跟夏医生之间是什么关系啊？那你觉得是啥关系？要说是情侣吧，上一次我们喊他嫂子的时候，他还一点都不乐意。要说没什么吧，队长怎么就把他带到咱这儿来了？还一住这么多天？这样，东边日出西边雨，道是无情，却有情。那个夏初啊，我妈要看一下我们两个的合照。啊？干什么？你给我，这绝对不行！你可是答应我的。我是答应你的，可是，你看看你这照片也太丑了吧！你这选定从下到上最刁钻的死亡角度，而且把我的脸拍得那么大，还是逆光，最起码黑了3个度吧。还有梁队长，你看看你，你能笑一下吗？你这什么表情啊？这么貌合神离的2个人，哪里有半点热恋中情侣的样子啊？如果你把它发给你的母上大人的话，他肯定不信。那你说怎么拍？让我来好好教教你吧，梁队长。
减一减，我的脸太大了，快点！1、2、3，茄子。梁队长，你可以笑一下吗？放好，别动，别乱动。1、2，闭上眼睛，享受生活。这个不行，这个我看起来智商不太高。幸福，好吗？开心。我妈看完之后会觉得我疯了。你看我像不像一个神经病？拍个照搞这么累，比我训练一天还要累。其实也没有那么累，主要是把假的变成真的，自然需要花一点小心思啦。好了，修好了，发给你的母上大人吧。假的都搞这么真，如果是真的怎么办？与你无关。你很喜欢玉啊？当然啦。再等等。啊？最近训练排得太满了，我们还要站背，我没空送你嘛。我自己有腿啊。就你那残腿啊！我也是军人，掉皮掉肉还不掉队呢，我没有你想的那么矫情。来，老给你看啊！你来，你自己看，外边多大雨，路也不好走，你怎么回？我开车呀，我有驾照。你开？你要干什么？开什么车？为了你的安全啊，听话，大喵，乖。你让不得，你下次要是再敢捏我的脸，你信不信我剁碎你27块手骨？刚刚我不是故意的。没事。真没事儿。你外套呢？好像落在大巴车上了。对了，我给你准备了一瓶药，睡不着的时候可以吃1粒，不过不能多吃，只能吃1粒哦。拿着。干嘛？穿上。不用了，我箱子里头有长袖。箱子呢？好像也落在大巴车上了，不过一会儿应该有人就送过来了。报告，伤员已经安置好了，上车带回。上！来电小队，全部上车。是。保重，下一程。保重，梁队长。
么才回来啊？刚才有个病人突然发高烧，过去看看。你动静小点，大家都睡了。梁木泽，你的驻地在哪儿？注意安全，别着凉，等我回家。交给彼此，也能为对方挡子弹，有吗？他们都是。我每次把他们带出来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，就是把他们完整无缺的带回去，还给他们的父母，还给他们的妻儿。军属的眼泪太重了，我受不起。嫂子，你放心吧，我们会一直陪着你跟孩子的。如果有的选择，我宁可躺在里面的人是我，也不要是我的兄弟。所以那次在伊赛亚，田副队长受伤之后，你才会有那么大的反应。那一次不仅仅是因为天勇受伤，是因为我们在组织营救的时候，你的轻举妄动，你拿起劫匪的枪，你当时的行为无异于自杀，你懂吗？如果我当时不加判断，直接朝你开枪了，那我的军旅生涯可能到此为止了。那次投诉，给你惹了不少麻烦吧？
从猎人学校考核第1名变成了第2名，白白便宜了孙浩山的钱。抱歉。没事，早晚我能讨回来。你呢？你怕吗03年，蓝小姐，也就是我的妈妈，当年还在我们市最好的医院普外科做护士长，照顾病人的时候感染了非典。后来虽然捡回了1条命，但身体却大不如从前，只好办内退。我是受我妈妈的影响才决定学医的。她刚开始极力反对，直到录取通知书送到家里来，她看了很久，然后她就跟我说一句话：“女儿，你没有回头路了。”做医生的，害怕是我们必须要克服的本能之一。可是比起害怕，我更想在灾难面前尽一份医生的责任，不留任何的遗憾。所以啊，不管怎么样，我都必须守在这个堤坝上。我要尽职尽责，完成我的工作。只要我的战士们不退，我绝对不退。尽责不等于不要命啊！休息不好的话会出大问题的。你怕我有事啊？怕呀。为什么？我问你为什么怕我有事？我是医生梁木泽，我受不了有人糟蹋自己的身体。谢谢夏医生。他们回来了。队长，队长，老师，是 W4C9 病毒，没有发现变异株，疫苗已经在路上了。你的隔离措施非常及时，接下来就是让病人们先用上药，然后组织战士们抽血化验，宣讲防护要点，避免进一步的感染。大家开始工作吧。是。梁木泽，到，全力保障。是。跟我来。看吧，我们的反差还是让你给耽误了，不过干得漂亮。报告，进。队长，小总退烧了，状态怎么样？挺好，向阳在照顾他，就是脑子还是有点糊涂，一直在问我天使在哪儿。什么天使啊？发烧的时候，他觉得夏医生长出了一对翅膀。那个医疗组走了吗？还没有，在大坝上。旅长说要亲自送他们上车。去看看。是。这次多亏你们来帮助了，要不然我们那些战士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。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。好，辛苦。
保重，等你回家。这次多亏了军医战友们呢，特别是那个夏医生，长得肉肉弱弱的，工作起来一点也不含糊，专业过硬，心地也很善良。这么好一姑娘，怎么样，队长？怎么还睡不着？身体很累，脑子都睡不着。我来这边第一次吃，是药3分毒，你少。怎么了？这有点怪。这药怎么跟泡腾片似的，一沾水就化呀？这是见水就化。小将，立正，向左看齐，向前快，放下，立正。欢迎回家，梁队长。钥匙落在部队了，拿着。这是什么？我抱抱。你还买了牛叉吗？对啊，我想吃，就顺便买了一份。你可算回来了，我好想你。梁木泽，你这应该多笑笑，你笑起来的样子还怪好看的。肤浅。收拾好了，出来吃饭啊！确实挺好看的。还要多久？能炒菜了吗？炒吧，炒吧，马上就好了。
给你准备了一瓶药，睡不着的时候可以吃1粒，千万不能多吃。是要散温毒？怎么了？这药有点怪。走吧。流沙包马上就好啦。这些菜都是你做的啊？不，是田螺姑娘。啊？这个笑话好冷。我喜欢烹饪。为什么？胃的上面是心，喂饱了肚子，心才会暖啊。有科学依据吗？请相信一个心外科医生的专业判断。得，专业判断。你先去喝汤吧。我给你的药吃了吗？吃了一颗。你有没有发现什么好玩的？什么好玩的？果然是直男。啊？啊，没什么。这次回来待几天？没问过对。你的战友都回来了吧？都回来了。那就好。我还以为你们医生把生死看得很淡呢。5年前，我在云南驻训，家里打电话过来，说奶奶病危了。我当时跟部队请假跑回家去。我进门的时候，奶奶已经说不出话了，但是她看见我还是很激动，一直在哭。我应该永远体会不到她那种感受吧。当时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我也不知道我能做什么。我坐在床边，拉着她的手，给她唱了首歌。所以奶奶最后是在我的歌声中走的。后来手掌里的温度一点点流逝，到最后变得冰冷。但那一刻我很平静。是的，平静。我们为什么突然聊起这个话题了？你提的。
不过，聊这个话题也没什么的。军人和医生本来就是两个距离死亡很近的职业。我们懂得了死亡，也许会更加珍惜眼下吧。在活着的时候，不会错过更多的美好，对吧？你很怕错过啊？喝点不？吃中餐，喝这个。我喜欢。今天难得休息，我们可以小酌一下。一小口。波本威士忌，马修最爱的酒。谁 ？Lawrence Block 笔下的大侦探。哈，哦。高三那年，我们学校来了一个转校生，他是我的新同桌。在他的影响下，我也开始看侦探小说。他说，他将来一定要当侦探小说家。可是后来，迫于生活现实的压力，他没有办法实现自己的理想。他说，他要报考国防生，去特种部队建功立业。那时候，不管他说什么、做什么，我都觉得是对的，是好的。直到后来有一天，他在我们学校消失了，我怎么都找不到他，我也不知道去哪儿找他。我只能一本一本地读他之前送给我的侦探小说，读完了就去书店再买。我甚至希望有一天可以在某一本侦探小说的封面上看见他的名字，卓然。他现在既没写小说，也没当军人，而是开了一家3D 打印公司，自己做了老板。我的生命里保留了一个属于他的习惯，可是那年18岁，属于我们的高三，已经永远的过去了。你呢，梁木泽？有没有某个人的习惯，也顽强的长在了你的身上？没有。那你的人生未免也太无趣了吧？所以你是因为他的志向，才对陈军装的没有好感是吗？什么意思？那天在医院，你对他说，在很长一段时间，你都不能听特种兵这3个字，更别说谈恋爱了。你偷听我们说话？没有偷听，我会读成语，一点点，但是足够读懂你了。